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坎坷？请看。我跟他呢，01年在西安认识的。06年领了结婚证，然后就从09年那会儿开始，就因为这些东西，经济状况啊，各种条件吵架。去年年初那会儿，他支持我，就开了个小店嘛。谁也没寻思这个店开起来了，跟无底洞似的，夸夸就往里扔钱。后来我就决心了，下定决心跟他离了。其实那会儿我不想离婚，可人家就铁了心要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想着一个人过着。确实不如2个人支撑的要好一点。他说他会照顾我一辈子，他会对我一辈子好，结果还是被他丢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哪里做错。我现在甚至不知道他回头来找我是为了什么。也许是多虑了，离开我会过得更快乐。当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分手，今天我们又为什么要破镜重圆呢？这是女嘉宾的心里话，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。男主人公段建民，29岁，吉林销售，年收入5万元；女主人公邱晨，29岁，陕西设史术，年收入2万元。来，有请两位。2位是什么时候离的婚呢？今年3月份。当时你不愿意离婚是吗？对啊，提的时候懵了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离婚。那他怎么跟你说的呢？就是09年开始，我们就一直有一些矛盾产生了，因为我们俩年纪都大了，牵扯要孩子的问题。但是我们都在北京飘着，收入也很不稳定。我尝试的跟他沟通，想让他清晰的明白，就是其实我们如果是要孩子的话，我们是需要一个经济基础的。但是他最后就误会理解我不想给他生，然后他说我外面有人，提了离婚。说句实在话，我想不通，我没有做错什么，我只是一心想要经营自己的婚姻而已。那我就极力的挽救嘛，我什么法都用过，哭闹，跟他打冷战，折磨自己，没用。今年3月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天，我觉得这样耗的有什么意思啊？那我这样跟离婚有什么区别？就想那就算了吧，我也不耽误你，你也不耽误我，那就散了吧。现在你要求复婚？对，是我。分开这几个月吧，感觉自己确实特别的孤单，唯一能陪我的就是酒了，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自己的老婆能够回来，真的。说不要就不要，说要就要。不是，当时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，你也知道，后期我也跟你说过。那可是我跟你说过，我会跟你一起面对啊。我知道，这些我都懂。什么事儿你跟他一起面对，他不愿意？我脾气比较倔，有时候跟他一吵架，说到孩子的问题，我会比较极端化的说，你没有钱买房子，我们拿什么生孩子？他就带了一些情绪跟他父母说，他父母就觉得我这个媳妇儿有问题，最后他父母逼着他跟我离。他说在你跟我父母之间，我只能选择父母。可谁都得选择。对，我并没有指责你。但是我是希望你以后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你能想想别人的感受。做人是需要有责任的，不管你是在婚姻当中，那我也不是没有责任呢。你对我首先就没有责任。怎么能说没有责任呢？一点没责任，你还跟我生活10年吗？我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只图你人好。其实我妈一点都看不上他。我妈说他要模样没模样，要钱没钱，你图他什么样？我说妈，我就图他对我好。我从来没有尝过那种甜蜜的感觉。多大的时候跟他一起到的北京？真正跟他一起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是因为我06年我母亲去世，我妈去世的时候，她说她会照顾我的，然后我才跟她走的，要不然我才不跟她。我当时是发自内心的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，我也不知道后来会这样。我觉得你如果是做了一份承诺，就不应该轻易的去把它丢掉。至少我在坚持，在努力。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要回来找我。你既然当初做这个决定，我说老婆，这个我明白。我不是你老婆，我是你前妻了。以前的。那么就请你让我平静的生活吧。我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我觉得我条件好了，我可以把你。我今天踏入电视台这一刻，我这个心里，你知道我多难受吗？你今天能够陪我过来，我想你也应该给我一次机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跟我重新的走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有10年的感情基础。那么你知道我们的婚姻问题出在哪吗？
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。我也反省了很多，我曾经确实有很多也是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我现在真的确实努力的在把自己改变。小关，你的不对是什么？你告诉他呀。他就说我不理解他，所以说我现在。你知道我要什么？你要的是踏实稳定，要的是一种幸福和家庭的温馨。你能给我吗？我现在可以给你。你当初也说你能给我，结果你没给我。我用一个女人宝贵的10年陪伴你，说踢就踢了，一脚就踢了。可是我现在好一点了，我又回来找你，就说明真的我是很在乎你的，我真的希望你。知道一句老话吗？好马不吃回头草。我吃哪口草我都不会吃你这口草，你对我的伤害太重了。是说离婚吗？对。你现在住在哪儿？北京还是回家？对，我在北京租了一个平房。在他来找我之前，我已经决定年底回西安了，我不愿意在北京待了。北京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，而且我父亲年纪也大了，我想回去陪他。我的生活慢慢的已经平静了，他又突然就蹦出来。我现在跟你回西安呢，我跟你回西安，一起陪你爸爸行吗？当初让你跟我回你不回，我特别了解他，我知道他的喜好。他一点都不知道我喜欢什么。我每次出差的时候给你带一些礼物，我也知道有一些你不喜欢，我也知道它不贵重。那么你记得我们是哪一天领的证吗？你记得吗？2月份呗。2月几号？2月5号啊。你干脆2月1个月得了。那不就是2月5号吗？你看他完全不记得。5号。结婚纪念日他不记得。那你就可想而知我在他心中的位置。你告诉他一下，不是2月5号吗？2月4号。啊，对，前一天。是的。哎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想起来了？想的真及时啊！那你都知道我心大，我做出那些事情没经过心。你心不大，你心很小。我帮他问问行吗？在你们俩这个离婚的过程当中，最伤害你的是什么？因为我母亲去世以后，我把所有的情感和生活世界都偏向了他。在我母亲去世的后1年，我父亲再婚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没处可去了，我只能跟着他一起。他又给了我一个很美好的承诺，最后是他自己亲手把这个承诺击得粉碎。我就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破娃娃一样，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呦你挺漂亮的，跟你一起玩，然后等到你旧的时候说扔就垃圾。我自己那么认为，其实不是的，在我心里。可是你是这么做的。我没有啊，当时为什么非离不可呢？在离婚的时候，他也问过我，就想好了没有？其实我真的一会儿想好，一会儿没想好。后来我妈妈那边就是说2个人选择一下，就是说他俩就跳河里救谁那个，那肯定我就选择我妈了呗。我觉得出这个题的人真该死。不是年轻人他腿脚都好使，老人腿脚不好使。后救。你为什么不能像我跟你一起救妈妈呢？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游泳呢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。你们俩谁能明确的说你们为什么离的婚？第一，他不信任我；第二，他对我没责任。那会儿我们俩吵架的时候，我自己经营店嘛，店的生意不是很好，所以我的收入很不稳定。他就不会管你，不会关心你有没有钱吃饭。然后他干的最缺德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有那个联名的那个信用卡吗？我就全靠那个在超市买东西。结果突然有一天我在超市买东西，人家告诉我这卡失效了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跟我说是啊，我把卡注销了。也是因为这么多事情滚在一起，让我这对他心这彻底死了。小关，你告诉我，你跟他复婚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，是半年多。是要跟他复婚，还是跟他复婚生孩子？复婚。那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呢？那个我已经做好工作了，后边的工作差不多都做好了，所以说。你现在1个月收入多少？现在的话，加上提成，去年赚了几十万，然后回来这不找他吗？我说可以付首付了。你那店开的怎么样？还好吧。啊。因为就是跟他吵架以后，我把整个心思都扑在我店上了。你们俩在没离婚之前过得幸福吗？挺幸福的。挺甜蜜的。穷日子有穷日子的过法。啊，对。穷开心吗？但是。你真不会聊天儿，你这。但是就是一切，其实我自己也存在很多问题。我一直在这段婚姻当中，我也在反省我自己。我确实从我母亲去世了以后，我的整个人整个性格就发生了很巨大的改变。我可能对他更依赖了，然后给他的压力更大，心里已经没有根了。其实你没给我多大压力，都是我自己在给我自己压力。我就想着尽快奋斗起来好一点，然后让你看看，再给你幸福吧。但是我就是没说出来。是你最后放弃了，我一直在坚持。
是我放弃了，但是我现在这不又不放弃了吗？你当我什么呀？玩具？老婆。不是你老婆。是以前的嘛，现在不是。这节目完了不就还是了吗？这个，一定要让我跟他和好啊。那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知道。你能记起来我对你的好吗？能。说。下班晚上回来做饭等着我，然后我有的时候都不回去。啊。然后一个人在那菜都凉了，这是电影里能看到的一种温馨场面，在现实生活中我就知道咱们家有。我真的现在我很我不明白你这个人了，你是为了挽回我而把我以前告诉你的你都在背课文是吗？不是。我希望听到新的，你说的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吵架的时候我告诉你的。新的。有吗？没有。那就是你想不起来我对你哪里好吗？你觉得我对你不好吗？你对我好，真好。那么我告诉你，我记得你对我什么好。我刚到北京的时候，我发高烧，你陪我3天3夜。你看我就是没说嘛，我就做了。所以我记得呀，我感受到了，我记得。那请问你记得我对你有什么好吗？给我洗衣服什么的，就是天天就衣服给我烫好了，让我上班穿上去。这怎么了？这不算好事吗？我说了，请你能告诉我一件我没有就不是我说的好吗？那我真不知道。请你感应一下行吗？请你不要在我们吵架的时候，你指着我的鼻子说，秋山你对我不好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气话。你知道我的心其实我心里边什么样了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就是你倔脾气。对，我知道我脾气很犟。你也不会还是我告诉你的吗？我自己知道我的脾气很犟。我不告诉你，知道犟，你怎么还老说我的错呢？是不是？小关，你爱他吧？以前爱，现在更爱。我脾气倔啊，我火气大呀。没事儿，男人嘛，多做个锡纸包火。分开这么几个月了，你肯定也不好受。我挺好受的，我天天过得很开心。反正我是不好受。我挺好受的，我觉得我解脱了，我终于不用再天天面对你了。可是我不用再天天给你做饭，不用再天天等你回家了。没事，以后还继续做饭。真的。不用再每天担心你做完饭你还不回来，我还在担心你是在干什么。不用了，我现在有稳当了，不像以前你说的那种小孩了。看我没穿休闲今天。我肯定会对你好。两位的情绪话也听了很多了，两位的真心话也听了不少了。我们听一听专家怎么说。来，一起真心丘比特问卷。丘比特说说吧，让我俩好得了。二位是特别经典的男女恋爱结婚的一个案例。谈恋爱的时候是疯狂的一个热恋，然后这男的特别追这个女的，等到一结婚，完了这根弦松下来了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。其实你的这个前妻给你做了很多事情，对对对，但你就是想不到或者是记不住。就记得住，就是记在心里了，不知道怎么说呀。你说我说老婆今天你冷不？他说冷，完了还是买不起棉袄，那怎么办？我就只有是说拿钱去买完，我说老婆今天冷，你穿上吗？说一个细节哈，很多女孩子喜欢考验男人，说你在什么时候做过什么事情，千万别拿这个来衡量男人爱不爱你。因为男人一般情况对细节记录的都不是那么准确。他今天要复婚，至少给他考了一个机会。可是老师他是个孩子，我当妈当这么多年，当了太累了。以后你当孩子，我当爹。我曾经无数次的希望这个舞台上是充满欢笑声的，但今天我无比的厌恶大家的笑容。男嘉宾，你以为你很幽默吗？没有。你以为你在刻意的引起我们大家的微笑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是在因为你的话诙谐而感到幽默吗？我没有在让大家什么微笑，我没有感觉到。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，男嘉宾在谈话的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刻意的引起我们的笑容，难道不是吗？下面请认真的回答我3个问题。第一，重新面对大家复述一遍当年在他母亲面前的承诺，就当他妈还在这儿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小陈的。当你看见自己的妻子在橱窗面前很多东西买不起的时候，你作为一个丈夫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？我心里边非常的憋屈。作为我的老婆，不能像别的女人那样，我感觉到自己很窝囊，但是我都把它憋在心里，我要化作动力去努力。
我很欣赏你现在这样认真说话的态度，而不像刚才那样故意的诙谐。你跟他离婚的时候，你原话是怎么跟他说的？对着他说，咱们两个这样过下去也没有必要了，而且包括我们家那边也都对咱们两个的事情感觉到前功尽弃了。你也问过我说想好了吗？我说想好了。后来你也知道我是因为妈妈那样没有办法我才做这个决定。当时说这话的时候，你眼前所浮现的景象是什么？我浮现的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吧。我告诉你，男嘉宾，其实相对于你同年龄的人来说，你算是比较优秀的。故事当中说，你为了自己的自尊拒绝对方的父亲对你的帮助，依然要和他一起到北京一穷二白的重新开始，这点我很佩服你。但是到后来，当你们俩在一起一穷二白的进行裸婚生活的时候，你那些所谓的自尊没有自然而然的转化为责任。你以为责任是什么？你以为责任就是终身相守，扔几个钱在家里？真正的责任是要在乎你所爱的人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感受。他容易吗？母亲死了，父亲再婚，然后和你背井离乡到北京，和你一穷小子一穷二白的开始崭新的生活。我可以想象，当他放弃一切跟你到北京的时候，他曾经有过多少的憧憬。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全部都是你，而你的生活当中并不一定全部都是他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记得所有你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而问起你来你却不知道的原因。我只想告诉你的一点是，你很多种情况之下你没有注重到他一些细微的感受。这个承认，对不对？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些，我有一点也承认。其实你们俩之间坦率的来说，要是分了的话，老天都不心甘，因为你们俩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过去，你们爱过、痛过、笑过、哭过，看着你们在北京的一穷二白的家庭的成长，每一分每一毫，你们内心都是欣喜和失落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都是在同步增长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分开了，假设你们各自在找了互相另一半的时候，有谁还能够跟你们共同的去经历当初的那种原始感受？那每一滴笑和每一滴苦，没有。如果你想要挽回这段感情，你首先要意识到，你应该比普通的男性要更强，因为普通的男性的妻子不会把自己的丈夫看成是全部，而他把你看成是他的唯一肩膀。女嘉宾有一个最大的劣势，你说的太多了，你去苛责她，希望她反省，希望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，她或者选择不说话，或者选择开两句玩笑话给你搪塞过去，问题就终止在这儿，就解决不下去，所以长久的就淤积起来，到了今天最后就选择了离婚。对，压抑的太久了，就有那么你以后可以选择少说，严厉的苛责不如温柔的拒绝。他是有潜力的，他也是有志气的，他只不过是在某些情况之下，他确确实实太粗枝大叶了一些。最后我忠诚的祝福你们俩千千万万不要分开，像有你们这样的经历的情侣真的不多。谢谢老师。然后这样好不好？不要轻易的去下一个结论说怎样怎样了。如果换一个角度当一场恋爱来谈呢，那个诉求先往旁边放一放，小伙。明白。也别那么着急，因为他毕竟还是在气头上。你想一想，为什么涂老师的几句话就能把他给说哭了？他是说到他心里去了。如果你知道他的这个心在哪里，你也一样嘛。今天好像亲戚朋友都来了哈，我不知道这些亲戚朋友看了你们俩这一段之后，他们怎么想？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踏浪旁观者清。我是女方的好朋友，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，我就是那个始终说劝和不劝分的人。那么到最后，我看到男方所有的表现以后，我就说算了，这就是一个混蛋。他当时就是那么绝情的，不管女方怎么去求他，他都毅然决然就走开了。我不相信当时这么容易抛弃你誓言的这么一个人，你今天居然可以这么轻松的站到现场来提复婚。这半年的时间里，我不知道你想清楚了什么。那么那10年的经历，你怎么又可以轻易的去提这个离婚？而且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的母亲，因为当时吵架所有的过程，他都会告诉他妈妈。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男人。你怎么可以把你母亲的话全部传给老婆，把老婆的话全部传给？那我当时要叫你出来诉苦的话，你干吗？我没有朋友。你可以，当然可以叫我出来了。现在为什么要跟母亲去说呢？那你让他以后在你家里，你以后让他在你家里怎么办呢？
你母亲可能一辈子都对他有意见。我说句实在话，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离婚同样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两个家庭要在一起磨合。我们还没有去离婚的时候，跟他开玩笑说，因为确实那会儿知道他是因为家里的原因逼得他不得不走这一步，我还跟他开玩笑说，那你可以重新追求我，我们再重新谈场恋爱。就最后就因为确实这么多年很不舍。确实不要相信承诺。对。承诺承下来它就不是诺。所以说很多事情从头开始，你就少说，就看他做。我怕了。你怕什么呢？没有说你这就一定要记在他身上嘛，你看他怎么做嘛，你随时还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嘛，有自己的目标的嘛。其实你说我不要承诺，我承受不起，心里想的要命，你就是那张嘴巴少说一点，正是因为看他多做一些，所以才不敢要。把他擦一下泪去吧。去啊。那多别扭啊，别做，大老爷们擦什么？你就让他擦嘛，心里想的要命，要拒绝干嘛？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能好好了。不要再哭了，台上了。那西装洗了都没有啊？没事，西装可以扔掉，媳妇儿不能扔掉。早干嘛去？马上就进入装货了。你说我扔掉得了，解解恨行吗？行了，赶快接下来黄金60秒，快点！你就原谅我不就完了吗？来，黄金60秒。行了，希望你能够回来。我知道在这里说再多的话都没有用。这些日子我自己过得也特别的孤单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人陪，每天在酒里边。我每躺在床上的时候，都是咱们两个以前快快乐乐和吵架的这个都有。我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，我以后会改，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其实就像你当初跟我提离婚的时候一样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跟我离婚，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跟我复婚。我现在被你弄得整个人很混乱，我不想想起以前那些事儿，但是就跟电影胶片一样，在脑子里不断的过。是啊。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，你把我整个人弄得很混乱。我不知道你这一次跟我说的这些是跟你当初离婚的时候一样，是一时冲动还是经过深思？不一样了，我也长大了，经过了深思熟虑。我知道。不清楚是因为心里还有爱，因为有爱所以还有恨意。其实我觉得很简单，给他一个机会就当重新恋爱一次。当机会来的时候，何必把他关在门外呢？两个人都去触摸一下，也许挺好的。就把这段经历当成你们两个人更好的一个开始吧。现在请两位转身，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去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如果还有真爱的话，他们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？大家的希望是什么呢？是希望他们重新来过，还是就此分手？来，请选择。100%的人都希望他们能够重归于好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秋晨的选择是什么？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开门。一个人喝醉，好想找个人来陪。兄弟，
别说什么废话了，赶紧追老婆去。去吧。在哪呢？人呢？我不要再为谁掉眼泪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。如果相爱是完美，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。